么了？娄相公，有人拦马车，就在大路中间。下跪何人呢？民女田小玲，状告吴莲。你说什么呀？民女田小玲，状告吴莲奸污。哎，你又是为何而跪啊？民女孟婉也有一告，状告烟雨绣楼吴莲奸污。7年前，令如兰状告吴莲奸污，却被判诬告。今日，民女与觉明师傅皆能作为人证，证明吴莲奸污，还望娄相公能重审此案，还令如兰一个清白。看来今日我是走不成了。魏阳，应升堂。是，掉头。那个罗明章已经折回了衙门，定了明日4时升堂。眼看那队伍就要出城了，却偏偏被那个觉明拦了下来。依你看，眼下该如何？那觉明留不得了，若是没了他，罗明章也无计可施。主君，娘子这是何意？我方才从城门口回来，消息应该很快便会传开。倘若此时休了我，或许尚能护住徐家的名声。若是我不肯呢？当年我执意入徐家做妾，为的就是有一日能够进入国公府的大门。这7年间，主君待我不薄，大娘子也待我情同姐妹。我所幸虽乃正义之士，可我不能如此自私，让徐家上下因我一人而名声蒙羞。你就非得亲自上堂吗？这件事我本该7年前就去做，为了此事已有太多人付出代价了，我怎可退缩？你在徐家7年，就没有让你留恋的东西？这7年已是我此生最好的光景，可你还是执意要走。我心意已决。那至少让我重写一封和离书与你吧。不成，只有休书才能让我和徐家彻底划清界限。婉儿，你将这些拿着。我断然不能要了。你打算去何处落脚？先去黄鸡绣庄暂住几日吧。娘子，马车已经在门外候着了。我送你去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就此别过吧。
官人，我们在胡安的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此番又匆匆回到怀州来，会不会有点草率？毕竟我们连对方的身份都尚且不知。来信之人既知我与吴莲的恩怨，又许我重新在怀州府打开局面。若是不来瞧瞧，自是心有不甘呐。难不成是有人想借您的手来对付吴莲？当年那吴莲许诺替我跟宁国公夫人牵线搭桥，助我在怀州府打开局面，事后却翻脸不认，又用宁国公夫人来威胁我，将我逼走。此仇自是要报的。若当真如此，我倒是愿意助那幕后之人一臂之力。我总觉得这次我们不该再搅和进来，万一再沾上什……你个女子懂什么？主君，门口发现封信。这个屋子里平时没人住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多谢收留。你为何又让觉明今晚回清水庵住一晚？明日一早升堂，住在绣庄岂不是更安全？今晚怕是个不眠夜。你是说，吴莲今晚会对觉明下手？究竟如何？今晚便知了。夜半三更，平安无事。没事啊，你什么情况？我跟丢了，我曾跟他们出城，出了城这帮人就进林子了。天太黑，我硬是没跟上。你没发现清水庵外有什么可疑？我这一路走来，他真是一点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特奇怪。我总觉着不对。这样，你在这儿，我回城。哎，小心点。擒贼先擒王，孟晚才是他们当中的关键。没了他，哼，其他的人不足为惧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准备。等等，先派队人马往清水庵去。吴先生好一招声东击西，你们可知为何明日升堂？我今夜却让觉明住回了清水庵。若非如此，你们又怎会如此放心的在城中对我下手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真的不用请大夫吗？不碍事。如何？已将那武安关押起来。觉明那头，冯大正送他回来，应该快到了。你一早就算到
吴莲真正要对付的，并非绝明。我也只是猜测，不敢确定。你好歹也提前知会我们一声，让我们心里都有个准备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我早先已同娄相公言明此事，他派了一队官差，就守在那绣庄外头。一旦吴莲的人当真敢在绣庄动手，便能当场拿下。吴安被擒，吴莲已是强弩之末。明日升堂，我们都要万分小心。吴莲定不会轻易认罪。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定是一场恶仗。我爷观天下，明儿应该是个好日子。就在明日。主君，有官兵埋伏在黄金绣庄，吴安被抓了。知道了，下去了。哎，走走走，衙门那边要升堂了，大家去看热闹。哎，昨天在提点刑狱司的官教被拦时，我就在城门口。我像是听说他们要状告的烟雨绣楼的吴先生，莫不是怕是我听错了吧？嗨，兄台不是怀州本地人吧？这事7年前就闹起来过，城里不少人都还记得呢。这次提点刑狱司要旧案重审，估计又有热闹看了。快走走走！娘子，哎，要几个来着？2个。哎，娘子，小郎君还在家中等您呢。肃静！传吴莲。传吴莲。吴莲见过娄相公。吴莲，7年前，烟雨绣楼绣女令如兰状告你奸污一案，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当年令如兰就已经撤下状纸，承认是蓄意诬告。是不是诬告，本官自会决断。可如今此案出现了新的证人，自然是要重审的。令如兰7年前就已经身死，如今要重审此案，由谁来状告？根据我朝律例，这2位恐怕不能替死者做主吧？禀相公，如兰虽已不在，但他的兄长令郎尚在。传令郎。传令郎。娄相公，草民令郎乃是令如兰的兄长，今日恳请娄相公重审当年吴莲奸污一案，还我小妹死后的清白。你既然要为令如兰申冤，那证据何在啊？小妹当年便曾说过，烟雨绣楼当中，受害的远不止她一个。所有的卷宗我都看了，可他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姓名，所以也没人来证明他说的话。如兰当年是为了保护那些不再受害的小娘子，所以她才选择了闭口不言。但他所说并非虚言。今日，我孟婉愿意立于公堂之上，为他作证。我比如兰早入绣楼2月，她所遭遇的一切，我都经历过。孟婉，我记得7年前，你与令如兰
就是闺中密友。绣楼里的嬷嬷婢女，还有与你同期在绣楼学艺的那些绣娘，都能证明你们二人关系匪浅。若是你所言为真，那么7年前为何不出堂作证？还是说你是因为令如兰的死而耿耿于怀，心生怨恨，蓄意报复？娄相公，此人与令如兰关系甚密，他的证词恐怕不足为信。阿弥陀佛。觉明见过娄相公，方才那位施主说孟娘子的证词不足为信，我愿为令如兰作证。好，你且说来。民女田小玲，家父本是一名私塾先生，7年前因爹娘得知我喜爱刺绣，便凑钱将我送进了烟雨绣楼。我刚入绣楼不久，令如兰便敲响了堂鼓，状告吴莲奸污。只是那时我只想一心学艺，所以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我以为只要我保护好自己，那一切便与我无关。可是我错了。那日是七小节，嬷嬷给我们放了假，我游了花灯回来，想起还有未完成的绣品落在了绣房，便独自去取。未曾想，在那里遇到了吴莲。起初，我并未有太多防范之心，想着身在绣楼，他不敢胡来。可我到底还是低估了吴莲的无耻。我想过寻死，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有那个勇气，所以我只能终日地躲在尼姑庵里，了此余生。我与那令如兰不过是一面之缘，我没有理由替她诬告，还望娄相公明察。敢问这位小师傅，你可认得一位叫李春风的男子？他不过是我儿时的一位故人罢了，与此案无关。故人，可是青梅竹马、情缘未了的故人。娄相公，这李春风便是他诬告在下的缘由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前些日子，这李春风便在清水庵门口夜夜吟唱，诉说情衷，让人闻之伤心。他的那些曲是唱与何人？娄相公派人到清水庵一问便知。吴莲，你说了这许多，这李春风与本案有关系吗？娄相公有所不知，前2日我烟雨绣楼进了贼人，被家中的家丁所伤，虽然逃了出去，但还是因为伤重而亡。这贼人便是李春风。这位小师傅，你说出家人不打诳语，那我且问你，你与那李春风可是情缘未了吗？娄相公，他们2人不过是替亲近之人报仇，胡乱攀咬。若是只听他们2人一面之词，便要定在下的罪，恐怕难以服众。我的这条腿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吧？是又如何？先前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为什么会一直跟着吴莲？后来我知道了，合着你是欠他一条人命啊！
就因为这条人命，你就替他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。我同你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爹娘死得早，给你留下了一个妹妹，就是因为吴莲救过你妹妹的命，你才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她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的事儿同他有什么干系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的这些事儿会报应在你和你妹妹的身上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帮吴莲做的这些事儿，就算不是死罪，也要流放千里。你怕是很难再见到你妹妹最后一面了。但若是你能在公堂上把一切说清楚，娄相公定然会从轻发落，你还有机会看到你妹妹生儿育女。也不知道你妹妹知道了你做的这些事儿会作何感想。吴安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此话当真作数？当然作数。这是绣庄和铺子的地契，你收好。掌柜的，您这是何必呀？不过去堂上做个证人，即使真输了，也不会连累绣庄。你就别多问了。如果出了什么变故，你就将这绣庄卖了，带着那群绣女，速速离开怀州府。掌柜，你有事瞒我？掌柜的，我们等您回来。你们干什么？周大宋师，恐怕你得跟我们上衙门走一趟。我犯了什么事啊？拿下！是。哎，你们带他回衙门，我带人去赵家别院。你们干什么？哎呦，官爷。走！哎！娄相公要重审当年旧案，也得讲证据，否则在下就算官职再小，也要上京城大理寺去讨个公道。娄相公，您在当年的卷宗里应该看到，如兰一案2次升堂时，有一姓赵的宋师。我的确有些印象。若是今日现场还有人记得7年前的情形，便应当还记得，当年正是这位赵宋师伪造物证，才使得如兰被知府相公认定为诬告。而这名赵宋师，便是一早就被吴莲买通，才故意在公堂上反咬一口，颠倒黑白。你说这些有证据吗？我便是人证。民女黄娇娇，黄记绣庄的掌柜，见过娄相公。你说你是人证？我之前经营这一家丝线坊，有一日，我往烟雨绣楼送丝线，经过书房，看到吴莲的小厮带着一个人往书房里去，而第2日，我便在公堂上见到此人，正是令如兰的宋师。那你当堂为何不说呢？我当初处境艰难，烟雨绣楼又是我的大主顾，我只能先自保。如今黄记绣庄做大，我烟雨绣楼倒了，黄掌柜恐怕是最大的获益者，此时站出来作证，未免目的太明显。怀金绣如今已经取代了烟雨绣，成为太后寿宴的贺礼之一。烟雨绣已经输了。吴莲，他说的这些属实吗？我的确是在升堂前
派人约赵宋师一见，但并非收买，而是想让他劝令如兰，莫要再继续错下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朝律例并未禁止与宋师一见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赵宋师是怎么说的。带上来。7年前令如兰一案，你和吴莲究竟有何勾结？方才吴莲已经承认，他和你私下见过一面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定不轻饶。在下确实曾跟吴莲见过。仅仅是见过吗？那吴莲要我替令如兰输了案子，便助我在怀州府立足。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！那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他让我偷偷将那丁如死前留下的手帕给换了，如此一来，令如兰便是伪造证据。吴莲，怎么解释？此人是孟婉的表哥，此时站出来作证，居心何在？更何况口说无凭。政务在此。这是我方才带人在赵家别院里搜出来的，应当是当年丁如留下的那方帕子。我将赵玉成的妾室也一并押了回来，当年一事，他也能做旁证。带上来。7年前，赵玉成为令如兰做宋师一事，究竟有何蹊跷？说。我那个时候还是主君的贴身丫鬟，主君刚到怀州府，那吴莲便派了人上门来，他们算准了令如兰会求的主君这儿，于是往下说。细节我不大清楚，但那方帕子是我当时连夜找人绣了一副一模一样的，交给了主君。这赵玉成私换证物，何以证明是受我指使？吴先生，您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如今人证物证都在，您还想抵赖不成？娄相公，昨夜有贼人闯入黄继秀庄，要害美女，此事您应该已经知道。不如咱们现在审一审这贼人，或许会有更多证据。将昨夜之人带过来。吴莲，这人认得吗？自是认得。此人名叫吴安，是烟雨绣楼的大管事，没错吧？吴安确实在烟雨绣楼做事，但并非家奴，他可来去自由。他做过什么？娄相公自己问便是。说，你究竟受何人指使？求娄相公救下一名无辜女子。你说这个什么意思？孟婉得知我心仪一个丫鬟，为了要挟于我，便将她囚于秘密之处，至今生死不明。还有刚刚那个瘸子，1刻钟前，他还曾去大牢
用那丫鬟的性命威胁于我，逼我攀咬吴先生。果然是栽赃陷害，其心可诛啊！就是天理不容。昨夜之事，是我与孟婉的私人恩怨。我心仪他家的一个丫鬟，可那小娘子却被孟婉在家里面搓磨已久，我便怀恨在心。吴安，你真是糊涂啊！我只恨我昨夜没能杀了他。原来你二人早已准备好这出好戏。孟婉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莫要伤及无辜。娄相公，这几人，一个是想替令如兰报仇的闺中密友，一个是想为李春风复仇的青梅竹马，还有一个是满嘴瞎话的宋师。仅凭这些，又能说明什么？我有一物证。呈上来。娄相公，请看。我背上这朵落梅，便是物证。了解吴莲的人便知道，她绣的梅花与旁人是不同的。来呀！去寻一件烟雨绣楼的落梅绣品来见。哎，我这儿有一方帕子，上头便是吴先生亲自绣的落梅图。果真是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吧？不碍事。7年前那个晚上，我在绣坊遇着他时，便想匆匆退下，可他似乎饮了酒，颇有兴致，便与我讨论起绣艺来。只因我一句“落梅未免太过凄凉萧瑟，还是开在枝头的梅花更有傲骨”，便惹恼了他。他在盛怒之下，将我按在绣坊的绣台上。可他那样还嫌不够。当时我已失了魂，满心只有绝望，同活死人无异。他便趁那时，用绣花针一针一针的在我的肩上绣下这朵落梅。他说要让这朵落梅跟我一辈子。木莲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本官早就听说，你这首落梅，怀州府无人能效仿。还望娄相公明察，那日我们二人的确在讨论绣艺，但他不仅不服管教，还出言顶撞，这不过是惩戒之法罢了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凭什么用一个毁人身体的法子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就是。还好他的绣楼已经烧了，真是害人不浅呐！这女子身上留了疤，日后该如何嫁人呢？对啊，娄相公，近日他们二人状告我的罪名是奸污，就算烟雨绣楼的惩戒之法有所争议，也不能证明我对他们行奸污之事。若仅凭一朵绣梅就定在下的罪，恐怕太过牵强。诸位，
我今日在堂下看见了许多旧人，我想在此问各位一句：这7年间过得好吗？7年前，如兰曾同我说，让我忘了这一切，重新开始。我不知你们这7年过得如何，但我却日日能梦见在绣楼的日子，一刻都不敢忘怀。可我们不过只是绣楼的受害者而已。这些年来，受害者又只有我们吗？又有多少小娘子满怀憧憬地进了绣楼，却又一身狼藉地离开了？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吴莲，却还在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吴先生，这天理何在？当年的如兰也好，如今的我或觉明也罢，或许你们很多人觉得我们自不量力，妄想蚍蜉撼树，可我知道，我的背后还有你们，还有无数的受害者。就算如今我一人的力量不够，那10人的、100人的、1000人的，女子在这世间本就不易，若要自揭伤疤，那怕是难上加难。我曾同你们一样，想过躲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里，因为我怕流言，怕那些眼光，更怕父母和姐妹的名声受损。我甚至想过轻生，可转念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凭什么我们作为受害人，还要小心翼翼地裹着自己的伤疤，日日以噩梦为伴，却连将真相说出的勇气都没有？作恶的明明是这个人，所以我今日恳请各位站出来，不是为别人，是为我们自己，为了自己今后不再有噩梦相伴。莫要再逃避。娄相公，民女有一不情之请。你说，可否于衙门外立一白色屏风？这是为何呀？当年的秀女们，有人嫁作人妇，有人生儿育女，一旦说出真相，便毁了她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。倘若允许她们能够匿名将一切写在白色屏风上，或许能够解除她们的顾虑。娄相公，不可，此事并无先例，本官无法应允。退堂！快走，快走！你们俩跟我来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蠢，没有人会承认的。或许他说的没错，7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和当年一样，没变，也许今后也不会变。安慰与随，言语所周围，天南有地北，他千江有万水，海东北。楼高应无声，素手指残灰，长夜有灯碎，照此生落路归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聚入所想？心别忘，你心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深路长纵经年，不敢忘，难得无三间，青天真亮。楼高应无声，素手指残灰，长夜有灯碎，照此生落路归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聚有所想？心别忘，你心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深路长纵经年。